那些擂台当场被 KO 的武术大师，到底是花架子还是骗子？长久以来，武侠影视作品、民间武术表演给无数人留下一种印象：传统武术高手招式精妙，发力玄妙，能够轻松击败对手。过去10几年，多场公开擂台对抗，多名在民间拥有不少追随者、被称作大师的习武人士登上擂台，却在极短时间内被击倒 KO。一场场擂台对决，视频传遍网络，引发持续多年的巨大争议。很多人借此全盘否定传统武术，也有人认为擂台规则本身就限制传武发挥。今天我们就盘点这些在擂台上失利的武术大师，冷静看清现象背后真正的问题。很多观众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概念：登上擂台被快速击败的这群人，不能等同于传统武术全部传承者。中国各类传统拳种传承数百年，门类繁多，有常年坚持实战训练的习练者，但近些年引起全网热议的擂台失利事件，主角大多是长期活跃在短视频、线下讲学、商业表演圈层，自我冠以掌门、大师名号的民间练习者。他们的训练模式、习武目标和现代竞技格斗选手存在巨大鸿沟。我们先梳理几场大众最为熟知、传播范围极广的擂台赛事。第一场，雷公太极魏雷。在大众视野里，这场比赛是掀起传武擂台之争的起点。在此之前，雷雷长期推广杨氏太极，在节目中演示太极推手、发力技巧，声称太极具备极强实战能力，能够破解现代格斗技术。双方登上擂台，正式比赛开始仅仅20余秒，雷雷便遭到重击倒地，比赛被裁判终止。赛后，雷雷的说法引发全网热议，他表示自己并非实力不足，只是脚下打滑，同时强调术高莫用，倘若全力出手，容易造成严重伤害。这场对决之后，网络上迅速形成两大阵营，一部分网友认为这直接证明太极只是花架子，另一部分爱好者指出，擂台禁止踢裆、插眼等传统技法，规则并不公平。但抛开争论，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：常年练习推手、套路表演，缺少高强度真人对抗，一旦进入高速连续攻防的擂台环境，身体无法形成有效反应。平时训练都是点到为止，没有习惯承受重击，自然很难适应擂台对抗。第二场，咏春拳师丁浩、于昌华师徒。咏春因为影视作品加持，国民认知度极高，师徒二人公开接受搏击爱好者挑战，登上擂台。徒弟丁浩在比赛当中多次被摔倒、击倒，整场对抗十分被动，师父于昌华同样没能拿下胜利。赛后，师徒二人的解释再度引发讨论。于昌华提到食宿条件、气候不适等客观因素，丁浩则表示受制于赛场环境，很多技法无法施展。咏春本身诞生于近身自卫场景，讲究短桥寸进、贴身攻防，但现代擂台有明确空间，对手可以持续游走、远距离击打，长期只练习套路、木人桩，缺少移动对抗训练。面对具备距离控制、持续出拳能力的对手，短板会完全暴露。第三场，马保国。这是舆论热度最高的人物。马保国常年宣传接话发理论，声称自己精通太极实战，甚至宣称可以在缠斗当中轻松破解裸脚。在一场民间擂台交流里，年近70的马保国登上擂台，短短30秒之内遭到重击，被直接击倒。赛后采访的一系列言论迅速成为全网流行梗，但热闹的玩梗背后值得冷静思考。一名老年人长期依靠理论套路练习，几乎没有现代擂台对抗经验，直接和拥有对抗训练基础的年轻人交手，本身就存在巨大年龄、体能差距。很多人把马保国的失利等同于太极拳不行，这本身就是逻辑误区。太极拳分为养生套路、竞技推手、骨传实战体系，门类分化非常明显。马保国所练习、传播的体系并不能代表整个太极拳传承。除了这几场标志性赛事，各地擂台还出现过多起类似案例。江门搏击赛事上，一名咏春练习者、一名太极练习者先后登台，短时间内接连被搏击选手击倒。还有不少在短视频拥有大量粉丝的武术博主，平日里视频当中招式流畅，徒弟配合演示各种隔空发力，轻松制敌，真正站上正规擂台很难完成有效攻防。另有通背拳习练者参加海外扇耳光赛事，在特殊规则下被对手一击击倒，同样引发大范围讨论。一系列连续的擂台失利催生一个全民讨论的话题，到底是传统武术本身没有实战能力，还是这些大师徒有虚名？
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客观拆解。第一层，训练体系存在巨大断层，是最核心的原因。现代搏击、散打、泰拳、MMA 训练逻辑非常清晰，以实战对抗为核心。一名业余格斗爱好者每周都会安排2到3次全接触实战，不断练习挨打、躲闪、距离判断、连续攻防，所有技术都要在真人高速对抗当中反复检验、修正。而大量民间武术练习者，绝大多数训练时间消耗在套路、站桩、单人招式演练，日常切磋大多点到为止，不会全力攻防。简单来说，招式练得滚瓜烂熟，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对手不计后果持续进攻的高压环境。大脑形成的肌肉记忆只适合慢节奏演示，一旦擂台节奏拉满，对手不断突进击打，瞬间思路混乱，原本熟练的招式完全使不出来。第二层，诞生场景和擂台规则天然错位。传统武术最初诞生于古代治安混乱的环境，属于街头、野外自卫术。古传技法大量针对咽喉、眼睛、裆部、关节等人体薄弱部位，追求一击终止冲突。但是现代擂台竞技为了保护选手安全，严格禁止攻击要害，很多传武核心制敌手段直接变成犯规动作。同时，野外搏斗没有回合限制，没有固定场地，可以游走，利用地形。擂台是封闭空间，回合制对抗，要求持续体能输出，两者的应用场景完全不同。很多武术爱好者会提出疑问，既然规则限制，自然很难发挥。这个观点具备一定道理，但同时也要认清一个现实，即便放开规则，常年缺少对抗训练的练习者，依然很难应对具备持续击打、移动能力的对手。规则是一方面，对抗经验缺失是更大短板。第三层，商业包装催生大量表演型大师。近10多年短视频兴起之后，武术变成一种流量生意，想要开班收徒、吸引粉丝，就需要打造神秘感。不少从业者不断神化招式，夸大自身实战水平，拍摄由徒弟配合的演示视频。久而久之，练习者自己慢慢相信了这套叙事，长期活在所有人配合自己的环境里，缺少外界真实检验。当真正迎来无剧本、不配合的擂台对抗，幻想很容易被瞬间打破。在这里必须划清一条重要分界线，擂台频繁翻车的是一部分商业化武术大师，不能等同于传统武术，整体没有实战价值。民国时期，国术大赛上大量传统拳种练习者同台竞技，时至今日，依旧有不少传统武者结合现代对抗训练，拥有不俗实战能力。国内散打体系本身就吸收大量传统拳脚技法，传统武术的价值从来不止擂台打斗，养生、健身、肢体协调、传统文化传承、修身理念都是延续千年的内核。只是当从业者不断宣称天下无敌，主动登上擂台接受实战检验，胜负自然就要接受大众评判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理性看待现代擂台格斗。搏击运动经过100年科学化发展，力量训练、体能、战术、康复体系高度完善，是专门为擂台竞技演化出来的体系。拿野外自卫术去对标擂台竞技项目，本身就不是公平的横向对比，两者目标不一样，训练方向自然产生分化。网络舆论里常年存在2种极端观点，都需要警惕。第一种极端，只要有传武大师擂台输了，就全盘否定所有传统武术，称之为花架子。这种看法以偏概全，忽略武术多元的文化价值，也无视部分坚持实战传承的习武人。第二种极端，只要擂台失利，就全部归咎于规则不公，永远不愿意承认自身训练体系存在短板，拒绝吸收现代运动科学、对抗训练经验，固步自封，最终只会让更多民间武术慢慢彻底演变成纯粹表演。对于普通爱好者而言，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很实在的结论。第一，如果习武目标是防身、实战，单纯练习套路远远不够，必须加入常态化真人对抗训练，缺少实战的招式永远只是体操。第二，不要被网络上各种大师的表演视频过度神化，任何具备实战能力的技术都经得起无配合的检验。第三，分清爱好定位。如果只是喜欢传统武术的文化，用来健身锻炼，不必执着追求能不能打赢擂台。如果追求实战能力，就要主动拥抱科学训练方法。放眼长远，传统武术想要良性发展，需要走出2条路。一条路线，回归文化、养生、表演定位，坦然接受它全民健身、传统文化载体的角色，不再强行吹嘘无敌实战能力。另一条路线，主动融合现代运动训练，
增加对抗环节，用实战持续检验技法完成现代化转型。那些擂台之上被快速 KO 的武术大师，更像一面镜子，它照见的不只是拳脚强弱，更是一个古老技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。擂台胜负只是一时结果，如何传承，如何革新，才是所有传统武术从业者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。